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少康战警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教育委员黄伟汉先生，谢龙介委员，李永明前副市长陈志涵主任。好，那么白宫今天已经7月22了哈，8月1号前剩下8天，会寄更多关税信，有的国家压线谈成，最后一刻这个谈成有的国家还在谈，不过美国也是无所谓，反正我8月1号就没有谈成，就寄个信给你们。那如果你们觉得不满意，再提条件来谈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哈。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如果协议没有进展，8月以后税率会到4月2号，就是他那个 Liberation Day 啦，解放日了哈。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税解放日我们就32%了哈。那到现在没有。昨天我是问说，那网络上就是32%嘛？那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谈判进度，那你通通不讲。人家韩国、日本都会讲一些对不对？也谈判过程都知道嘛。然后这个时候民间团体有时候也可以作为政府的后盾嘛，比如农民反对等等，他通通不讲。然后连经济部长在立法院都说他不知道，国智会说他都没有参与。以前我讲过，萧万长只不过是国贸局的4组组长，就这个去谈判，后来当了国贸局长去谈判，我们经济部长都不知道。这不很奇怪吗？经济部什么中小企业什么工业局都是经济部的，他说我们猜他不知道。那 AIT 说不敢讲，因为谈判进行中 ，AIT 也不知道。说实话的你川普要怎么讲 ，AIT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那行政院说没有了，但是呢，我们会新一轮的磋商，郑丽君又要去的了，强调要坚守国家利益。郑丽君上次从美国第3轮谈判回来，在机场的记者围着他说请问这个副院长谈这个面无表情2个字，谢谢谁要你谢谢我们要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这个厂商要不要准备经济部长说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通知，因为很多人说美国已经寄通知了那这个周立伦说希望过程不要变黑箱了，你现在就是黑箱嘛，怎么不是黑箱？南韩的新任财政部长礼拜5要在美国再去谈他说呢，恐怕会忍痛让步，包括农业。这之后你要知道嘛，到底怎么回事嘛？我们通通不讲只有最初的时候赖清的时候，我们从0%谈起，之后都不那另外呢，中小厂商压力是很大的了零件尤其零组件的，他们说什么20%都抵抗不了，因为它毛三到四毛利很低嘛所以呢，他们也很紧张那现在还不知道，所以25%的企业已经不增加员工了，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很多时候报价也不知道怎么样那另外呢，日本呢，这个在美国，因为经济部是说我们条件会比日本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台积电已经去了1650亿了，但是我记得日本当时讲说，我们农业不要保护稻米，不能随便给我们涨价。汽车我们也不能要保护，我们在美国投资很多钱我们在美国投资非常多，日本在美国投资非常多，汽车厂各种的投资非常多 ，AI 等等很多所以日本在美国投资这么一大堆，他还是被要求关税那因为部长是说呢，台积电赴美投资，这是我们的谈判筹码。那这答应了算什么筹码？就是那个川普还很得意说，为什么台积电来？因为我要给他100%的关税，他觉得他是政绩那你这个时候他可能给你放松，干嘛不来了？而且他压迫你，让其他也来，不是只有台积电来那另外呢，《经济学人》昨天的一个报道说呢，主要是他除了一般的关税，还有特别的关税，比如说汽车25%。什么钢铁什么20%，有的50%，铜50%，药品跟半导体，他就要逼你都到美国来投资。我们看一下。我们在民间听到说，其实美国已经寄信给台湾，我们行政院迟迟不肯公开你是不是为了配合这个大罢免呢？说听到坊间传言，没说自己的消息来源，在20号晚间部分蓝营民代群组内据悉就在传这个连结，是由美国律师事务所 Reed Smith 整理各国关税追踪表，而拉到台湾一栏加粗的字体，台湾对等关税:32%。
看得着实吓人，但会否其实是被排版误导？实际列印出来或许看得更清楚，毕竟看表格要配合上面的栏目。第一栏是国家名，第二栏是状态。台湾的状态明确写对等关税延迟至8月1号。第三栏从下关税税率32%，说的是之前川普公布的税率。台湾迄今并未收到美国对等关税税率的通知，而台美之间呢，本周也会有新一轮的磋商。这项税率指的是美国在今年4月2号所公布的对等关税税率，而非近期有再次公布的新税率。老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4月2号 Liberation Day 解放日那一天，手上洋洋洒洒的200国家的那个相对的关税表哈，其实用来恫吓的。但是呢，他恫吓的对象，其实我认为不超过10个国家，主要的。那其他的100多个国家，不能理他，也理不了他，也不管要怎么办，都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赖索头的税率最高，你有听过赖索头吭一声吗？他连吭一声的空间都没有。所以呢，川普讲别的也许土包子，但是讲赚钱，讲这个 money。他不会比你不聪明的，所以我们说我这个给你啊，阿拉斯加我投资啊，渔业盐我考虑要买。川普想一想，你是有来，但是你这些对我最讨厌的顺差有没有贡献啊？他川普的目的就是说，你从此你这只肥肥的这个乖乖的羊啊，我要把你变瘦，而且不准再胖回来，汇率。为什么要上去？就是因为央行已经心里有准备了，这个是讨好川普的一部分啊。你汇率不上去，你怎么能拜托求他这个关税要下来？他两个都要。如果你汇率不下来，那我关税的坚持更坚定了，更坚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100多个国家要拿到10到15%的。我跟大家保证，绝对没有台湾的份。那我第一次当越南的数字出来以后，我就讲台湾一定是20出头，20。后来呢，这个日本跟韩国的数字也出来了，我说那20出头不够，会25到30。那今天呢，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我恐怕觉得说它恐怕会绕在30左右大家今天都比我悲观了，原先是比我乐观，那现在大家都说也许就是原来的30了，也许掉个2%、3%不会没有啦。姚正讲得很对了哈，这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哈。我们去年就赚了美国739亿美金，今年上半年6个月赚了550亿美金，当然下半年会比较少。川普真的看的是以前跟现在啦，现在你赚了多少钱？过去你累积多少？他为什么逼韩国要投资4000亿美元呢？他就说你已经那么多钱在那边，那其实我们这个现在买那个美债哈，已经买到差不多3000亿了，也买了不少，外汇存底一半呢都买美债了，那但是呢，川普呢这家伙显然就是就这个局部这个紧迫盯人什么东西都要，任何东西要全面要所以这个问题在这边，而且不是只有说什么25%、20%、30%，更重要是那个半导体啊，这是我们今年上半年顺差550亿美金，差不多将近70%都是这些产品啊 ，AI 啦、3C 啦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就是他的眼中钉啊，他觉得这些到美国来生产了，怎么可以在你台湾生产呢？所以到美国来然后呢，而且将来如果真的打起仗来这些东西都在美国生产我美国主导，不让你台湾在那边这个占有任何的重要性，他主要从这个角度看嘛。来，龙杰兄，您台南先啦。我台南，我的关税其实都是生产业大企业是在台南，所以其实5月7、8号，我在5月10几号在这里就讲过，就企业是这样，他问我们的官员没有一个答案，一点风声都没有。他说没办法，你是美国大买家，你给我下单，我不敢接啊，不知道会怎样。你到底几%啊？可是你第4季的你要的货，我现在如果不跟你签，我没办法交给你啊。就今年第4季跟明年第1季的货，我现在要跟你拍板啊。所以我就说我问啊，他说没办法，他就请他这个买家是蛮大的，
他问了美国的财政部的，他说有一点信息啊，他说台湾就是25，他跟他讲，那我帮你吸收一半，12.5，你们自己负责12.5，可是你的币值的升值，这是你的事。我就没问他说，那如果32呢？你们现在谈的还算吗？剩下的是拜尔要吸收，还是你自己吸收？那如果降到20呢？各位要了解，就是说，川普的个性，你看台湾偷了我们的晶片，但我不怪他，是因为台积电要来了。如果台积电来了，这个事已经拍板了，他还是要怪你啊，其他的他还是要课税啊。你看看日本啊，石破啊，7月20号投票，前2天投票，他之前就跟他踩那么硬，石破还是跟他讲啊，我创造了你美国将近30几万的就业机会，那如果你要课这样，我不能接受啊。川普他不会因为你要选举，所以我来帮你设想，然后今天因为你台湾在搞大罢免，我就要来吞论啊，跟你配合，他就不是川普了嘛。所以刚刚大佬讲的就是说，他不管怎么预估了，台湾不会因为你今天，他是看的是你给多少。你刚刚讲那个美债哦，还有人谈我们买了3000亿的美债哦，我跟你讲，我们一年还有100到120亿美金的收入，利息的收入啊，它大概4%到5%嘛，哦，那我们算4%，你还有120，3.8还有100亿耶。现在竟然有人提议说要配合川普去买，不要说100年，就买20年免利息的，哇！20当你干我这就少了2400亿的净收入，哎，可以这样吗？所以当时央行的总裁出来讲，还包括前总裁就讲说，我们这个外汇不能无偿使用，我的天了，就故意我的阿灿嘛，就表示有偿就可以了。那有偿就变成我们拿这个钱出来，你付给央行利息，但你去买没利息的。没利息转换就变成你去投资阿拉斯加也好，你去买飞机买什么，反正你要给的多，否则你对农民是无法交代。为什么？因为农民所问的问题你一个都不回答。到底你要开放什么？到底要税率进口要达到0或什么？现在都没有答案了。有人去订车讲，伊订迄个面炉的讲，美国厂的今麦你话差40-50万，唔能够订了。汽车业蛮惨，最近蛮惨的。今麦大家都停个啊，进口，然后二手车的整个市场，我跟你讲就毁了，全部就毁了。所以我们现在，你说政府不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策略嘛？但大家要共同面对。你看看一个问题，就整个东南亚，川普其实最主要对手就是大陆。那这一些人呢，包括越南，包括柬埔寨，包括印度，他这边是从你大陆来的原料。你看，包括越南用的是大陆的电，然后你这边加工以后再卖给我。18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台商转移到越南？就是因为18年他克了他25%嘛，所以他整个连带这一些是在帮中国大陆消化整个它的产业的，它是有特别针对性的。那慢慢谈还是一样嘛，就是你给的多，你吞了下去，你给我的多，那我就放，他不可能给他回到10%，因为他这背后还有对整个中国大陆的考量。我有在想说会不会民进党因为他跟美国关系不错，现在民进党没关系他们在做美国工作，会不会跟美国人讲说，罢免以后再搞？但我觉得美国不会同意他，尤其川普，然后管你这么多呢？但是我们还是有招的，对老美是有招的老美一定很多要求嘛。这个莱克多巴胺牛美猪，你就要放这个基改食品，学校要喝这个豆浆，不能现在不喝我们这个基改食品的豆浆。腰子你们说那个猪腰，台湾人很爱吃什么标准很高，不行你要国际标准，国际没有别人吃这个东西不行，你要国际标准，科学是这样。老美一定很多要求啦然后什么这个要求那个要求，那我们不会当面拒绝他，我们一定说sounds reasonable。有道理，但是我还要回去报告还要跟上面商量一下。老美一听你没有拒绝嘛，好吧，那你商量就商量嘛，这时间就可以拖一下。然后我们第3轮完了，我们第4轮1个礼拜后再来跟你谈
哦，因为老美你自己想想看，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老美200个国家，100个是发信的，剩下几十个，好吧，20个、10个大国，那也是一个一个谈。以前贸易谈判，但谈好几年了，一点点在那锱铢计较。现在你想美国那些谈判的商务部长哦，什么财政部长、贸易谈判代表，他们搞那么多人，好吧？你说既然你也没有反对，你说要回去商量就商量，反正8月1号我就按照4月2号的这个税率给你了，对等关税给了，反正随便你。你能够赶快来谈，我们就谈，谈不了8月1号就这样子，然后以后再说，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他这个财政部长不讲吗？不行，就是8月1号。而且我告诉你，谈不好，搞不好更加。他今天讲的话，休息一下再回来。昨天有个消息啊。说将来我们到德州达拉斯2个半钟头，哇，哦，怎么是什么叫做太空港？哦，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有10几个太空港，哦，那想要这个我们的这个跟他合作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飞机飞嘛，它现在是打到太空。哦，2种方式，一种像火箭运那个人造卫星上去到外开太空，一种是平的，然后飞机上来装个这种动力小飞机，那小飞机唰往上走哦，就途径就比较短了，然后呢下来哦就到了哦。我觉得未来是有机会，这次谈了很久了，谈了很多年了哈。就早先大家觉得说，我看鸟会飞，人要飞，很多人摔断了哦。林白兄弟，那个很简陋的飞机。哦，你现在在 Smithsonian 美国那个博物馆还看到，就当时那个林白兄那个飞机哦，看了我觉得蛮感动的。人类的进步就这样，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冒险啊，不断的突破哈。所以我觉得将来是有可能的了哈，不过可能没有那么快了，而且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哦。那说美国有10几座的哦，美国有10几座哈。那另外呢，这个国科会跟我说再进一步评估，国科会不敢啊，说好马上就好哦，要看花多少钱啊。谁在做这个研究啊？哦，到时候万一这个有风险，到底要怎么避险呢？哦，然后呢，屏东县长周春米说，他去年已经到了 Houston 去交流了，因为他们现在想要考虑屏东九鹏作为发射地哦。那这边好像原来那个火箭试射也在那些地方去试射的了哈。好，那我们看一下。The 21st century will be abou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美国利用太空轨道商务飞行不是梦，这梦传出台湾有机会参与，台美一日生活圈或许能成真。Vertical, it means taking off from a launch pad. 搭垂直发射的火箭到外太空，大家都看过，现在要推的是这种。And for horizontal, it could be what we call captive carry, where the rocket is carried aloft by an airplane from a runway and then released. 利用卡门线飞行时间就能缩短。美国赛爱协会 AIT 21号傍晚发文证实，台美就太空港合作未来要进一步讨论。更说，若透过次轨道飞行，台北与休斯顿之间的旅行时间可望缩短到2.5小时，而过去台北飞休斯顿要花14个小时。若成真出席，将以无人货运任务为主，技术成熟后再考虑载人。AIT 原本的发文提及台湾考虑屏东九鹏为发射基地，有潜力升级为未来的太空港，但之后删除这段询问 AIT 接稿前没有回应。当时屏东县长周春米第一时间跑到底下留言，贴上赴美照，说从屏东到太空打造国家级太空村，全力以赴。这个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但现在总统不是说要跟美国扩大采购吗？美国现在跟你讲太空港 （Airport Spaceport）， 太空港它搭载的是太空飞行器。刚刚主持人已经跟大家报告的很简单，因为我们这简单讲哈，从桃园飞到 Houston。好，去比较快，回来比较慢。去大概14个小时又30分钟，回来的话可能要到15到16个小时。但它这个飞行呢，2.5个小时可能还久。我看专家有讲，也许2个小时以内都可以。怎么做？就是必须要火箭搭载的飞行器，太空飞行器还不有点像太空梭那样哦，飞上去突破大气层之后呢，到了上空。然后呢，用自由落体选择角度，好，比如说我们台北飞上去以后，对不起，不是台北哈，九鹏飞上去以后，因为九鹏才能发射火箭嘛，飞上去以后选择 Houston 的角度对了以后，开始自由落体，等于就是这样抛物了，好，所以很快。但是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跟你讲一件事情叫 G 力 （gravity）， 你会有几个 G 力啊？如果要这么快，6个、8个。受得了吗？好，因为一般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飞行训练的，你去看那个阿汤哥他的电影里面，他去拍，他坐在后面呢，
这样会那种震动，其实受不了。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美国 FAA 它已经有10几个太空港？那这个就是艾灵顿机场，它因为离 Houston 近，它里面本来就火箭发射上去，那回来的时候变成是要滑行，因为它等于降到落以后，它后面那后端还是要发动它的引擎以后，让它能够用飞机的那个 landing 的方式一样的降落。可是上去那一段压力会很大。那美国它现在已经开始要测试，就是能不能这么做，然后呢运送货物是不是可以压缩？先从货物开始。对，那以后就是用人。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跟台湾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是 AIT， 他在他的那个脸书上面直接把这个照片都给 po 出来了，对不对？就这一张，那你要注意看，它里面的这个确实不是一般的飞机啊，所以它不是乱画，这是艾灵顿机场，它现在目前太空港的设定是这样，然后它锁定的就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火箭发射的九鹏基地，但这个九鹏基地呢，现在我所框出来这一块观众朋友你等一下再上去看已经在发文4个小时之后已经删掉了。因为九鹏基地是我们台湾最神秘的基地，它有4000公顷，它外面有个九鹏村就是我们发射那只有25公顷，因为那边人很少，又接近赤道，然后讯号比较清楚。我们发射火箭在九鹏，鹏是那个就是鹏鸟，对，不，那个九鹏村是遮雨棚的棚，但九鹏基地是那个鹏鸟的鸟。可是你现在把它点到这个嘛，这个九鹏的鹏有没有？这个九鹏，那后面是有个4000公顷大的一个飞弹的基地，中科院的这个九鹏基地。所以这一句话已经不见了，可能太过敏感，但是不会无风不起浪不可能，它一定是就是说，如果要发展个基地，日本也有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日本在北海道的那个大树町，它也是火箭发射场，等于美国它未来要在全世界各国都有一个定点的一个火箭发射的一个所谓的太空港，而叫你出钱啦，而且还叫你出钱，这钱看怎么费用，国科会当然在评估这个了那好，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什么时候成功还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梦想嘛香港媒体说，台湾承诺捐给以色列的屯垦区，要捐助他。哇，这代际大条了代际大条了那有林玉芳，以前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他非常质疑，所以你这个你需要这样吗？我们跟以色列有好到这个地步吗？昨天还有28个国家，包括英国等等这欧洲这些国家都出来讲以色列不可以这样子，因为呢，这个现在这个加萨他们居民他现在要把那个居民赶到只有12%的土地上，其他地方要清空。以前在北部打，现在中部要打了然后呢，居民要去排队领那个救济物资还被扫射死了不少人，说已经死了800到1000人这要物资的，不是军人所以呢，以色列已经引起，连现在美国，我看今天的消息，白宫里面都有很多人对这个以色列总理其实不满意的，对纳坦雅胡不满意的。那这个川普最近已经跟纳坦雅胡通了2次电话，每一次什么叙利亚什么发生事情，川普就跟他通电话，但川普也没办法，他就做了，他做了以后，你美国又怎样呢？所以呢，现在你还要去捐他这个捐助给他屯垦区，那外交部不承认，外交部说我们只是广泛交换意见，只是广泛交换意见。所以呢，这个林玉芳什么都说，你这个可能把国际都惹毛了这个屯垦区人不是以色列的，他给他占领了这边屯垦你现在什么意思啊？阿拉伯国家恨死你了，你敢这样做而且专家说恐怕会违反国际法当然我们跟以色列关系是很好了。以前中科院跟他们有很多的合作的关系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这个了？这样做了，外交部说没有，我们只是看人道援助。来，永平，第一个所谓的以色列人道援助呢，这件事情大家就听不懂了，因为以色列现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国。那他去把那个巴勒斯坦的人已经赶到都没有地方逃了，然后呢，不断的轰炸呢，让援助巴勒斯坦的人呢，那个基本上的援助车子也没有，大家看到那个媒体都是他们的小孩子下去抢夺食物，然后抢夺不到，在那边吃泥土。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呢，台湾方面甘冒国际上面的这种各种舆论的批评，你去帮助一个侵略国，尤其是以色列的屯垦区它的所谓它的 settlement， 这个现在在国际上是一个脏字啊，因为它根本不是真正他什么去 settler 去跟人家 settle， 他是去侵占不属于他的领土，然后一寸一寸的把他的这个领土都在那边扩张。然后台湾在以色列这件事情，不晓得是美国的压力还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已经外交部就已经很离谱了。以色列呢，他不但跟那个哈马斯在打仗，跟那个胡塞武装，后来又去攻击这个伊朗。
这么危险的地方呢，台湾的外交部竟然宣布说，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去打工在以色列做打工假期，简直莫名其妙。那我们一再出这种问题呢，你就不得不怀疑说，是不是美国给台湾某种施压，必须对以色列表态？虽然说我们的外交部第一时间说，哎呀没有啦，我们那个是叫做这个屯垦区的医疗计划。问题是你的医疗计划会不会又是挂羊头卖狗肉？更何况呢，以色列它目前的角色真的需要你帮忙吗？那当然经过争议之后，现在马上又改口说这个只是在评估中。可是我觉得现在台美关系因为关税问题，还有这个相当的问题，真的显示出来很多的不寻常。刚才呢，我们在谈那个 AIT 讲那个要到 Houston 的那个火箭站的那个事情，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它是一个空穴来风的计划，而是说你 AIT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宣布这件事？特别是他显然跟我方并没有默契啊，我们国科会并没有出来说明说有啊，我们已经讨论这个事情啊，然后可能我们计划怎么样，什么都没有啊，就是突然很突兀的 AIT 丢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上一段在讲，大家都在讲说关税的部分呢，以川普的个性，他不会配合你什么大罢免故意盖牌，而是说呢，我们的谈判方呢，他可能用一些技术一直拖延着，不让丑媳妇出来见公婆。可是现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 AIT 可能从民进党这里也得到一些压力，因为关税的事情呢，显然越来越不乐观。尤其今天贝森特又讲，为什么台湾会传出说那个32%确定？因为现在美国的官方网站里面，大家如果去查台湾，上面就是写32%。你当然可以解释说，因为台湾还没有跟他谈定，所以那个数字没有改，这是一种解释法。可是贝森特今天讲话的方式，是不是让大家又觉得更悲观了？台湾的制造业它的平均毛利率是多少？是18%。18%中呢，我们现在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已经涨了12%了，那个空间已经压缩得很小了。你再来一个20%，再来一个25%、32%，多少人要死一大堆？更何况这里头还有台湾60%、70%以上呢，都是在它所谓232的国安条款里面，就是半导体、ICT 产业，就它的有国安考虑的。如果那个关税又更高的话，那不是台湾全部的产业都一片的哀嚎吗？所以像这些问题，我觉得迫在眉睫。你今天 AIT， 你如果真的重视台美关系的话，你可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给台湾人一点好一点的消息，一点定心丸？好不好？这个毛利台积电是很高了，58%、9%，将近60%。一般没有那么高。什么叫毛利？就是我们比如说东西卖这么多钱，然后直接成本扣掉就是毛利。毛利以后中间还有比如人事费用啦，什么折旧啦，什么灯啊、水电啊、交通啊、银行利息一大堆，那个扣掉后才是税前纯利，交了税后才是税后纯利，大概就这些。所以当你毛利率又很高的时候，你那个你的弹性就比较大，容忍空间比较大。当毛利本来已经压缩，很多时候压缩杀价抢单已经很少的时候，如果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那对你的这个毛利影响都蛮大的。休息一下再回来。